首先一侧的这个襟翼装反了，样板件总中奖的，全网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了。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KO 版的 MP 天火 TH01。盒子并没有官方原版 MP 那么大，但这个尺寸也不小了，它是人形在里边包装的，外边只是一个简单的线稿图。本回的样板件并没有带说明书，配件倒是一应俱全。里边的这个大地台两块平合在一起，跟官方是一样的。三个小人做的也不错，但是在一些细节的涂装地方和官方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当然，最大的不同是 KO 版的关节都偏紧，这些轴拧起来会感觉到很明显的阻尼。战斗面具这回采用的是一个纯透明的眼罩，据说这个在大货的时候也会改为和官方一样的蓝色。两张替换面雕，这一回的颜色也是比官方原版的要深很多的。另外还会带两个派系标志的替换板子。大枪和特效件我们已经搭载在飞机形态之下，来看一下这一回的完成样式吧。其实和官方原版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做任何的改动，也并没有做任何的省略啊。该有的这些细节，这些盖板、舱门都是可以打开的，包括驾驶舱的里面、机腹下方的入口处。但变形下来以后的手感方面，我觉得是没有 MP 原版的那个顺滑的，它很多地方，尤其滑道的部分，会明显感觉到很生涩。另外就是看一下目前我手上这个样板发现的一些问题。首先一侧的这个襟翼装反了，样板件总中奖的，全网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了。这个地方扣合的不是很严实，因为根部这里会有2项维度的咬合，我试过调整挺长时间啊，但是并不能完全的扣合。这一处我也跟厂商反映了，据说在大货的时候会在这里进行调整。然后就是这个扣子也是插不到太里边，太紧了。其他的方面我们边变形边来看吧，也是看一下身上的问题所在。把这2块展开。上方的盖子打松，左右这里插合的打松，这些地方的卡扣其实都挺紧的。然后把胳膊顺着里边掏出来，背包拔开。回板这个地方也并不是扣得太严实，也正是因为这里顶着，所以这个扣子和小腿地方结合的并不是很好，而且明显有感觉到身上白色的板件会蹭漆，包括大腿的滑道这个地方也非常紧，很生涩。脚踝的滑道，这些滑道的部分都是需要上润滑油的，太涩了，玩起来很吃力。起落架先收起来，包括往回推的时候也很紧。脚丫子是合金件。好的，2条腿先变好，我们把它站立起来啊，胯部往里缩一下，继续往上变这个机头，依旧用我们的老手法，先拆开后方这个地方的卡子，掰开它。这个卡子里边的咬钩，这里边也换成了尼龙的材质。所以咬起来很紧，挺肉乎的。接着也是使用老的手法，捏着这一块，夹着这一片，往开拨这个系形钩，胸口这里往下放，里边的板子往回压，然后滑道，缩到最里，抠出来，放好。接着钻过脑袋的部分，好。里边的插槽卡住，后边的这一片板子让一点位置。肩膀位置处这2个无损的咬钩也换成尼龙的材质，但这个滑道里边非常紧，很难推出来。我想着用这个枪的握把插进去别它一下，一顶，只要顶开这个口子，后边就松了。再往回结合的时候，这个 T 字咬钩也做得很深啊，所以最后在往上咬的时候需要使点力气对准了。听到很响亮的一声，这就卡到位了。但当你往下拆的时候因为是尼龙的咬钩，咬的会特别的紧。从这个缝隙里边可以看到得抠着根部使点力气，手指头垫在这里，往下拽，这样才可以脱开。肩膀往回放的时候，注意这个滑道揉进去，
里边所有的卡槽对准位置，胳膊打开，拳头在往出翻的时候，稍微得拧一点点角度，让出来大拇指，扣进去。最后我们来收纳背包，先把这一节滑到底，把它放进去，上方的卡子扣住，然后顺着这2条凹槽往上滑的时候，就会明显的感觉到非常的生涩。好的，非常吃力的调整后，把这2块密合上去了，但并卡不到位，明显的感觉到下方这里还是有一点缝隙的。我感觉也是因为后边的这个维度卡子扣不到底，顶着它所导致的。左右夹合，中间的卡槽扣在一起，然后尾喷缩短，整体的往上推，推到头。一定要记得从尾椎这里检查，让这块红色和白色推平了，这个才算到位。最后2个小翅膀往中间一回归，上面这一条盖板 Z 字折叠缩短它，顺着这里边掏进去，盖上。也是为了一番功夫调整了一下，这款天火总算变形完成了。主要还是这个背包很难处理啊。在把玩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的问题，我们来总结一下吧。首先就是背包里边这些滑道啊，没有上润滑油，太生涩了，调整起来非常的困难。尤其这2片在里边的维度扣子扣不到位的话，这一块滑道就缩不到底，导致了这里会出现一条缝隙，密合不上。其次，上下伸缩这些地方都是手感不太好的一些体现啊。其实还是希望在组装的过程中，最后会上一层润滑油的话，可能效果好一些。肩膀位置这个地方的扣子在抬臂的时候很容易脱开，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扣上去咬死的啊。其他的地方齿轮关节倒是也都做了出来啊，听着还是挺清脆的。胯部改成了这个尼龙关节啊，柔韧性就更大了，所以它的齿轮虚位幅度也更大了。等看看它改成合金轴以后的表现力怎么样吧。主要还是别做这么大的齿啊，做的齿牙密一点，效果会好很多。膝盖位置的齿轮倒是挺舒服的，掰起来嘎嘣嘎嘣，定位效果也还可以啊。脚踝这个关节也是虚位很严重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应该改一下。下半盘这么多的尼龙齿轮关节，就导致了这款天火站立起来会晃晃悠悠的，稍微重心得偏着后一点点，不然的话背包太重会容易后仰。如果说正常摆放的话，虚位和尼龙的柔韧性啊，导致这个地方晃得挺厉害的，还不是太稳。多多少少在站立过程中需要前倾一点点，再加上本来就不怎么漂亮的一张脸蛋儿，这回又涂的黑了一些，就显得更不好看了。戴上磁吸口罩以后，一个纯透明的眼罩啊，感觉就像个大白似的，给人做核酸去。其实真的应该换成那个蓝色的透明镜子啊。头顶的这一块也是显得稍微有一些模糊，对这里边的一些内构透出来的感觉并不如官方的清晰。所以总的来说吧，目前手上的这款 TH01 MPKO 天火的样板来说啊，问题还是挺多的，主要是在把玩的手感方面以及变形的过程中操作不是很友好。滑道的生涩和尼龙齿轮关节的不稳定是这款体验上边不好的主要原因啊。倒是目前我在刚才发现的这些问题都有跟厂家去反馈，厂家也表明态度，在大货的时候会把这些地方都修正了。反正等大货出来的时候，咱们到时候再做一个对比吧。那么得嘞，目前的这款先行样板就是这样了。